所以姐姐你真的是……楚风看着那红发女子，渴望着答案。毕竟猜想总归是猜想，确切的答案才让人心中有底。随我来。那红发女子抓住楚风胳膊，旋即向火焰之中飞掠而去。穿过火焰，能够看见那本横卧大地宛如无边山脉的祖龙遗骸已是消失不见。红发女子则并未停留，带着楚风进入地底深处。当她停下之时，楚风有些疑惑。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区别不大，地底最深处不是土壤，而是滚滚翻腾的岩浆。这种岩浆对他们这种修为是无法造成伤害的，可也正因为岩浆太过普通，表内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楚风也才不解。这红发女子带他来到此地是何目的？红发女子似是知道楚风的疑惑，先是微微一笑，旋即对着下方的岩浆一指，一座小型的水晶宫殿自岩浆之中浮现而出。楚风目露惊叹，水晶宫殿不是很大，通体透明，因此结构也看得清楚。那是一件宝物，蕴藏极强的疗伤之力，只是眼下力量所剩不多，但仅剩不多的疗伤之力仍非同小可，可见此物完整之时是多么强大的疗伤宝物。但楚风惊叹，不只是水晶宫殿自身，而是此物一直就在这里。可楚风的观察力距离他如此之近，竟没有丝毫察觉。由此可见，红发女子的结界之术是完全另外一种层次的水准。你姐姐我当初受了重伤，只能丢弃躯壳，躲在这里疗伤。我也是最近才恢复了自由，所以你姐姐我确实是他们口中的祖龙大人。弟弟，姐姐问你个问题。忽然红发女子道：姐姐你问。楚风道：如果是你的躯壳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便被别人扒皮抽筋拿去修炼了，事后他们称你为祖，假惺惺的祭拜你，你是原谅他们还是杀了他们？红发女子微笑地看着楚风。楚风沉默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是红发女子的遭遇，他没办法也没资格来替红发女子回答。可楚风不得不答：姐姐，既然你这么说，便说明图腾龙族做了让您愤怒的事，无论他们有何理由，但未经你的同意，就是他们不对。这件事虽是图腾龙族先祖所为，可你若真要迁怒于其后人，我觉得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图腾龙族之中有弟弟的朋友，所以弟弟有个不情之请，弟弟还想请姐姐给弟弟一个薄面，放他们一条生路，给他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楚风话罢，弯腰施礼。他知道红发女子要灭图腾龙族有能力也有理由，他没办法也没资格劝红发女子放下仇怨。可这是图腾龙族，他也不能见死不救，只能厚着脸皮相劝了。将功补过，这样一群废物怎么将功补过？红发女子此话一出，楚风心中不由一沉，但红发女子看着楚风却再度开口：不过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姐姐愿意饶他们一命，但是亲兄弟还要明算账，所以这个人情要由弟弟来还。怎么还？楚风问。还没想到叫你怎么还，但你与他们不同，以你的天赋，若真的能成长起来，日后定有还我人情的机会。红发女子道：姐姐你放心，我楚风能有这个荣幸被你认作弟弟，已是莫大荣耀。何况今日姐姐你还愿卖弟弟我这个面子，日后只要姐姐你有需要，弟弟能力范围之内定会全力以赴。楚风信誓旦旦地保证着。可红发女子却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楚风，这个笑容看得楚风阵阵不安。果然红发女子再度开口，那话不是楚风想听到的。弟弟，你要知道，这个世界除了哑巴以外，最容易做到的事就是用嘴巴说出来的。比如嘴巴说我要努力，太简单了，舌头碰一下牙齿就说出来了。但真的要付出行动，这4个字可就太难了。说要努力的人那么多，你见过真正努力的有多少？红发女子问。姐姐所言极是。楚风认可红发女子所说的话，这世间真正肯付出行动，努力完成目标的人确实是少部分，因为努力也是一种天赋。有的人没有努力这种天赋，这叫他们如何努力？也就只能嘴上说说了。就如女子所言，说话确实很容易，除了哑巴，每个人都有说话的天赋。所以姐姐我啊，从来不相信别人嘴上说出的事，只看行动。弟弟既然有这个心意，便不要口空无凭，来人还是要少说漂亮话，多做漂亮事。红发女子说话间，掌心摊开，一条半尺长的红色小龙盘在掌心之上。见楚风看来，那小龙竟抬头看向楚风，它形态确实似龙，但那血红的双眼却让楚风不寒而栗。此物很怪异，似是活物，又充斥丹药之力，似是丹药炼制而成。糟了！此物一出，神鹿的声音立刻映入楚风耳帘。前辈，你认得此物？楚风赶忙询问。之前还不确定，但他拿出此物，
便定然是他无疑了。楚风，你招惹到惹不起的人了。此人很可能是远古时期的龙族妖女龙卓言。本神也只是听闻过此人，从未见过。这龙卓言虽为龙族正统血脉，却特别喜欢结界之术，且天赋极强。他的结界之术在远古时期也是顶尖之列。虽见过他的人很少，但无一不是称赞其容貌，也有远古时期第一美人的美誉。本神还听闻这龙卓言有一个怪癖，特别喜欢认弟弟妹妹，但被他认准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事。他就是挑选有潜力之人，将来为自己所用，因此每个被他认了的人都会被他逼迫服用一条形状似龙的蛊毒。蛊毒盘踞于体内，日后将为他所控。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蛊毒很强，许多人因承受不住，直接就死了。神路此话一出，楚风算是清楚眼前这个红发女子的定位了。龙卓言名字像是个少女，但所作所为分明是个魔女，再加上她的年龄，这分明是个老魔头啊！但也正因如此，楚风必须配合，不然这种人灭了图腾龙族，那绝对是顺手的事。于是楚风对神鹿问道：“前辈，此物有好处没？”这个不清楚。楚风，你不会是真的要吞服吧？神鹿问道。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楚风道。还有别的路，本神的力量恢复了，本神可以带你们走。只是什么？楚风问。只是这种人物面前，本神不确定本神的力量能否带你们离开，只能祈祷于他的力量并未完全恢复，因为若是失败，那可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所以要搏一搏。神鹿此话一出，更是让楚风认识到这龙卓言的厉害，居然让神鹿都没自信了。楚风，你来决定。神鹿说道。好。楚风应下，将目光投向了龙卓言掌心之物。若让他来决定，那便吞服此物。理由很简单，倘若眼前的红发女子真是神鹿所听闻的龙卓言，这种人物图腾龙族与他都得罪不起，逃可以逃一次，那么第二次呢？与其得罪，不如冒险试试看能否真的交好。弟弟发什么呆呢？不会害怕了吧？龙卓言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姐姐，这东西看着有点吓人啊。楚风也是笑着说道。吓人吗？吓人就对了。姐姐告诉你，此物与蛊有关，若是吞服而下，便必须对我说话算话。若有朝一日姐姐我需要你帮忙，你却不帮，此物便会要你命。且此物毒性不小，身板不够硬的，吞服之下直接就死翘翘了。而但凡是许诺于我的人，你姐姐我都会让她吞服此物。这红发女子倒也不掖着藏着，直接将此物的作用说出来了。且说话的时候，她也始终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只是此刻的笑容却是让楚风不寒而栗。老魔女，她是坐实了，不过楚风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然而就在楚风表示愿意吞服而下的时候，那女子却手腕一转，将那条毒物收了起来。不过这是对付外人的，弟弟嘛，就不用吞服此物了。红发女子此刻的笑容变得有些俏皮，尤其是看到楚风那愣住的表情，她的笑容更浓。这女子分明有意调戏楚风，只是这样的调戏，楚风却希望多一点，毕竟免受皮肉之苦啊。那姐姐，图腾龙族的事？楚风试探性的询问。图腾龙族的安全才是楚风此刻最关切的。我不计较了，我等着弟弟以后帮我一个大忙。只是现在嘛，还有一个小忙，弟弟应该也不会拒绝吧？红发女子道。这女的有些过分了吧？这就是让你先帮一个忙，帮完之后还是欠她一个人情啊。淡淡有些不悦，虽然他觉得这红发女子挺好看的，但怎么算楚风都不划算。尤其是那红发女子刚刚还拿出了那样可怕之物，淡淡对她的印象已急转直下。淡淡，这位不简单，咱们帮点小忙也不吃亏，能留个好印象就是血赚。楚风赶忙简单的将神鹿告诉他的事情告诉了淡淡。真的假的？远古时期的顶尖界灵师啊！闻言，淡淡也是重新审视起眼前这位风情万种的红发女子。而见楚风没有说话，红发女子则收起笑容。弟弟为难？当然不会，不为难。姐姐请讲。楚风赶忙道。你是小辈，应该知道前人为了避免他们留下的所有好处都被后来者中的强大势力垄断，因此有很多地方都设下限制，只有小辈可以进入。这对你们这些新生的小辈来说自然是好事，无需背景，只要自身有真材实料就能获得好处。可对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可就麻烦了。而你姐姐我呢，想要一个东西，但姐姐我拿不到。虽然你姐姐我一直待在此地，但这修武界的情况还是知道一些。你是当今修武界最强小辈，你的一些朋友也是小辈中的佼佼者，而这件事需要6个小辈，所以你再挑选5个与你同辈之人，咱们就能出发。红发女子说道。
我王强、仙海鱼儿、仙海少羽、龙成羽、龙木溪，这就够了。楚风说道。就外面那几个是吧？不用再挑挑。红发女子问。他们的实力是足够的，只是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不知是否有危险。楚风问。有没有危险，要从你们的实力来定。但我说句话，你们别骄傲，你们这些当代小辈还真是有些逆天。我们那个时代小辈之时，可很少有你们这么强的，所以于你们而言应该是没有危险的，但我也不能保证。你去问问吧，看他们愿不愿意去。若是他们不愿意，你姐姐我就打他们一顿，然后你再重新问。听到这里，楚风赶忙道：那倒不必，他们与我皆患难之交，我一句话他们都会去，只是此事我该怎么讲。楚风言外之意总要有个理由，是自己编一个还是实话实说，但实话实说就要将红发女子搬出来了。你姐姐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实话实说，就说是我要你们去，若是你们不去，我就把你们全都杀了。红发女子笑眯眯的道。行。楚风应下。去吧。女子话音落下，周遭变化，楚风竟瞬息之间回到了先前所站立的位置，火焰重新翻腾，被定住的人们也随之恢复正常，只是他们的脸上却都挂着些许疑惑。刚刚怎么了？就站在楚风身后的小鱼儿更是直接嘀咕出声，因为不是所有时空都静止了，时间还是正常流逝的，只是他们被定住了而已。虽说过去的时间不久，可于他们而言却是缺少了一部分时间的，自然就会感觉有些不自然。楚风刚想说话解释情况，但那红发女子的声音却自火焰之中响彻。相比于楚风谈话之时，此时她的声音浑厚有力，只是声音便已彰显强者风范。图腾龙族趁本尊沉睡之际，将本尊的残躯当作修炼资源进行修炼。你们觉得一具老祖便能抵消你们的罪孽吗？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皆是脸色巨变，图腾龙族更是被从未有过的恐惧覆盖。之前只是猜测，但现在来看，那祖龙大人是真的活着，而祖龙大人的责怪，他们更是无力辩驳。虽不是他们做的，但这件事也确实是他们图腾龙族所为。然而还不待他们开口，红发女子声音再度响彻。不过本尊看在楚风面子上，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们记住，你们能延续下去，是因为楚风他欠我一个人情，日后是要还的，但这个人情是替你们欠的。你们与本尊的恩怨就此了断，以后也不要称本尊为祖龙大人，莫要让本尊恶心。若要报恩，就找楚风吧。红发女子话音落下，那磅礴的火焰散去，人们能够看到祖龙遗骸消失。图腾龙族众人紧张无比，但不是因为祖龙遗骸消失，而是因为祖龙大人竟存活于世，且对他们有的乃是深深的怨念。就在此刻，龙成羽和龙木溪同时发出低吟，人们这才发现他们身上滚烫的温度也随着那火焰一同消失了，而他们也都睁开眼眸。成羽、木溪，你们感觉怎样？图腾龙族众人以及楚风等人皆凑上前去。龙成羽与龙木溪同时坐起身来，第一时间先是看向楚风。虽说他们之前昏迷，可是意识清晰，所以发生的事情他们都知道。父亲，我没事，反而因祸得福了，我的血脉得到了增强。龙成羽此话一出，图腾龙族众人神色复杂，好端端的怎会增强？必然是与祖龙大人有关。我若没猜错，姐姐也是如此吧？龙成羽看向龙木溪。龙木溪微微点头，旋即看向楚风，欠你的人情好像这辈子都还不清了。而此刻图腾龙族众人也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眼中已不只是感激，甚至有人已是落泪。他们都清楚，楚风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是再生父母，是真的帮他们避免了灭族之灾。他们刚要感谢，楚风便赶忙抬手且开口道：咱们的关系，客气的话就别说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何况因为眼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去做。话罢，楚风将目光投向仙海少羽和小鱼儿，